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今集同大家睇個香港新聞啦，就話到啊，有內地嘅父母咧，竟然想湧去香港生小朋友喎。咁有啲60歲嘅阿叔啊，就竟然係獲批高才通添啊。咁到底發生咩事呢？我哋一齊睇睇啦。咁原來之前呢，有唔少嘅內地中產階級父母就去香港讀研究所啊。咁大陸媒體指出啦，呢啲父母咧認為比起強迫小朋友攞好成績，咁不如自己努力咗去香港讀研究所，攞到香港身份，咁就有機會咧為孩子嘅教育換條跑道啊！咁最近呢啲媒體再觀察到啊，唔少大陸嘅父母唔單止為小朋友啊，亦都係為咗嚟到香港有更加多嘅發展機會。咁多因素之下啦，有大量30歲以上高學歷、高收入嘅人才就湧入香港喎。而家呢一個高才通計劃反應好熱烈、好踴躍啦。咁推出去到2023年8月31號，勞工及福利局已經接到4.6萬單嘅申請啊，批出咗3.5萬。有年滿60歲電力專業嘅大叔咧，都申請高才通，上嚟香港同小朋友團聚啊，就頂住個老花眼就轉跑道去讀金融業啊！哇，咁佢讀完4年出嚟嘅話，咁都差唔多65歲，就接近退休噶咯。咁佢訪問咗一個喺985名校畢業嘅人啦，佢叫文玉啊，曾經係做過一線記者，負責過製作電視節目、網絡直播等等。但最近2年發生嘅事呢，令到佢開始改變呢條睇落好似固定嘅人生軌跡啦。佢想改變，揾一個更好嘅出路，亦都希望呢，俾個小朋友一個更快樂、競爭壓力冇咁大嘅童年啊！而佢迷茫嘅時候咧，就見到內地9間高校嘅畢業生可以申請香港嘅高才通計劃嘅報導啊！而佢嘅母校咧，咁啱就喺名單入邊啦。而阿文玉睇到呢個高才通計劃之後，就即刻諮詢喺深圳同香港嘅同學，發現佢哋大多數已經係申請或者獲批啦。而佢同校友傾偈嘅時候啊，對方同佢講啊，1日就批咗出嚟啦。而阿文玉呢，佢就3月底去遞交高才通計劃啦，5月中補交資料，6月頭申請就獲批啦。去到今年嘅8月底，文玉就同佢做嘢嘅單位領導辭職，下定決心要去香港闖蕩啦。佢又覺得啦，小朋友捲嚟捲去，剝咗層皮咁，不如啊，我捲死自己先啦。咁呢個叫文玉嘅女人呢，就鼓起勇氣，佢計劃前期自己過香港先，等工作生活穩定咗之後，再接埋個小朋友過去。而佢亦都考慮到香港生活成本高啊，佢計劃喺佢深圳家姐屋企嗰度過渡一段時間，平日就會往返深圳、香港兩地，等適應新環境之後，再喺香港租屋住。阿文玉啊認為啦，身邊好多人呢都勸佢要慎重、要小心、珍惜而家穩定嘅工作啦，但係佢覺得機會嚟啦，呢個係轉機啊！唔單止係對自己職業發展係有幫助，更加係對小朋友嘅教育係一個轉機嚟嘅。咁呢一個高才通計劃呢，估唔到最後就係令到呢啲父母呢去幫啲仔女逃離內卷喎。咁如果照咁嘅睇法嘅話，會有大量嘅大陸有學歷嘅人士呢，就去到香港變成新香港人喎。咁香港所走咗嘅移民走咗嘅人，就會由呢一班人去做一個補充啦。咁隔幾代之後呢，應該個文化方面係會同大陸越嚟越接近嘅啦。咁原來申請香港人才計劃嘅人啊，係有6到8成係考慮緊小朋友嘅教育問題啊。內地嘅中產父母將教育呢就睇做階層流動嘅重要通道。如果係向上流動，你一定呢就要讀一間好嘅大學啦。所以佢哋出盡全力啊，為下一代製造好嘅條件啊。咁最近申報香港人才計劃嘅美琪，佢又話到啦，身邊申請香港人才計劃嘅人差唔多有8成啊，
都係為咗小朋友嘅教育啊。而佢呢，就喺浙江大學度讀書嘅，係市場營銷專業2005年嘅畢業生啊，07年開始喺深圳生活，目前自己開咗間公司啦。平時佢只需要花部分嘅時間去打理公司，其餘時間就喺屋企陪同教兩個小朋友，一個9歲，一個4歲啊。咁美其已經幫啲小朋友考慮好之後嘅路點行啦。小朋友係美國籍啊，未來就可能會選擇去到歐美留學，或者係通過華僑聯考返大陸讀書。而香港呢，就可以俾呢啲小朋友提供雙語嘅教育環境，而且距離深圳近啊，養老同醫療條件都相對地好，未來就可以同呢啲小朋友減輕壓力啦。另一個媽媽就叫孟李嘅，喺今年3月份呢，就申請咗高才通計劃啊，同樣係為呢啲小朋友嘅未來教育做一個鋪墊啊。佢就3月8號交資料，4月11號就批咗出嚟啦。5月頭啊，已經攞咗香港身份證啦。成個過程好順利啊！攞到證之後呢，開始喺社交媒體上面分享自己嘅申請過程啦。然後有好多人同佢諮詢啊，佢順勢咧起埋個群組，個群到300幾人啊，當中200人呢係主要專注兒女教育。其實就算係我自己都好啦，我微信啦，我都俾人群發過香港高才通嘅資料。佢同我講啊，話收你25000，就同你搞掂呢個高才通啦，25000就可以攞香港證啊。咁當然啦，就要符合翻高才通嘅申請要求先可以攞到香港嘅證件嘅。咁講翻個新聞報道啦，咁孟李又講到啊，由群組嘅成員訴求嚟睇呢，6到7成嘅人都係以小朋友教育作為出發點嘅。年輕人呢，就係想去香港睇下有冇發展機會。孟李就繼續講到話，自己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喺度研究緊，同埋喺美妝行業嗰度做咗好耐噶啦。喺上海做咗將近20年啊，有上海戶口，亦都有自己嘅美妝公司，一年營收3到4億。2個小朋友由細讀國際學校，所以佢覺得小朋友適應唔到公立學校嘅學習環境，未來會出國留學。而距離比較近嘅華人又比較多嘅香港同新加坡就入咗佢嘅選擇範圍啦。而佢就喺香港同新加坡2個地方反覆比較，最終都係選擇香港，因為攞新加坡身份必須放棄中國國籍，但係攞香港身份仲可以保留中國國籍。而佢就希望啊，未來小朋友就可以憑藉住香港身份，通過華僑生聯考考到國內比較好嘅大學，分數線呢會低好多，或者以本地生源嘅資格申請香港大學，1年學費就可以平10幾萬啊！加上香港嘅大學會俾本地生留80% 嘅名額，競爭就相對冇咁激烈啦。哇！如果按照呢個報道咁講，呢一班過去香港嘅家長全部都猛龍嚟嘅，個個都好有錢嘅喎。如果佢哋又過去香港嗰度買樓或者消費，咁啊香港啲樓咪應該會升翻上去？有冇呢個可能性呢？唔知道啊。咁因為而家個樓市都比較死寂啊，咁呢班人嚟到會唔會買樓又係一個問題啊。咁其實頭先都講到啦，呢一個高才通計劃，佢哋就係想吸引一啲高端嘅人才啦。而其實香港係可以吸引到唔少嘅大陸人過去揾食嘅，因為始終香港嘅人工高啦，就算同一個職位、同一個行業，香港都有機會比大陸嘅人工高嘅。咁另外仲有啦，香港對呢啲有錢人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啊！移民咗過去啊，大陸嘅錢走資走出國外都特別方便啦，啱唔啱啊？而呢班嘅人才呢，佢哋攞完證之後，最主要都係想幫自己嘅小朋友有一個好嘅未來，等佢哋讀書讀好啲。但係我哋睇翻係可以香港證同大陸證同時擁有，咁可能有部分嘅人呢，又未必長期住喺香港喎。咁當然啦，都要睇翻呢個計劃實行咗大概1幾2年之後有啲乜嘢新嘅發展，因為而家只不過啱啱出嘅啫，咁但係已經係咁踴躍啦。如果係咁容易批，咁多人落嚟香港嘅話，咁香港嘅人口可能就好快俾呢班人呢就填補得到咯。咁香港都唔使搞啲乜嘢勞工啦，直接
送身份證啦，係咪？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